今天呢是力项训练，那反着剪呢，对于控制力首先是不用去谈的，那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去训练，每个区的长度落点以及分区量感的规划，有助于对设计师更好的去提升。大家注意看一下，额头偏扁颅顶，所以我们剪一个堆积，长度呢放在眉以上，功能可以拉长脸型，因为脸型偏短，左右剪三角形往中间带。在功能性上面呢，可以收窄脸侧，拉长上下纵向空间，等于剪一个三角形堆积。那侧区呢，大家注意看一下前后分区，我们会剪一个反曲线，看好啊，我们垂直分区，这样在正前方呢加上反曲线，是最能拉长纵向的空间视觉。这是左右，看好次分区垂直，往后带一片。这样可以获得后高前低、后短前长的流向，用更多的头发和流向来修饰脸型。注意3也是往1去带，看好这个细节。上下是反曲线，可以帮助我们拉长以及拿走最多的量感，是反过来进行修剪，等于是反曲线。因为头比较偏大，脸型也偏大，注意看好，我们每一步剪头发都是为了服务一个结果。侧区看好是垂直分区，高于划分线剪一个去除，这边是反手位，我建议大家呢从底下往上剪，更容易控制脸边的长度与量感。往后带一片，注意看好细节啊，次分区也是垂直，这样有助于我们剪的头发更服帖，更容易拉长，更加流畅。往后带一片，等于我们刘海剪了一个堆积的三角，侧区剪了一个反曲线，也是一个去除的三角。每一个面呢，大家独立去思考。我们这样反过来剪头发，会发现很有意思，就是每一步都会遵循为结果服务，但最终底线会比较长，头顶有个角，这样呢就可以把头顶拉长，再分出转角线。我们旁边只是拿走量感剪反曲线，但最终底下的长度不是我要的。那为什么靠分线这片剪呢？剪不连接，在脸指位，不建议从发际线走，这样过渡更好的去还原度高，等于是剪一个水平，剪一个方，再把底下的一片发片带到第一片，等于是反曲线。这样呢，在不连接，在脸公分之内更好控制，所以不要从底下开始进刀。另外一侧也是一样，注意看好，水平与划分线平行，长于脸指位，所以更好控制，力项去训练。我们最终在组合的时候，大部分设计师对于每个区的规划和量感规划和每个区的长度，在控制力极具强的时候，接下来拼的就是组合能力和协调性，等于是一个直角去除再加反曲线，再把底部呢，这个方比较宽，可以老气，所以我们把矮点这一片跳刀剪2个方形，这样呢既可以入矮，又可以打造个性化的处理。后区也是一样，整个头一步到位，切西瓜，看好啊！通常前后量感剪反曲线，发量巨多，头宽，所以呢，用最大的去除拿走最多的量感，一步一步，为了最后服务我们剪发的结果，也就是跟前侧是一样的，先用反曲线拿走最多的量感，创造最强的动感。导线呢，就是以前发借的导线，借的量感，量感平衡。注意，这底部的底线呢，也不是我们最终所要的。这一步呢，还是仅仅为了拿走更多的量感，一点放射进行修剪，一步到位啊。来注意看一下高于梳子水平，反的比较多。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学的并不是发型，是技术。我们也可以保留这后面的长度，它当然也是一款发型，就偏向于资余的这种感觉。那头顶等于是反曲线2个斜方，有一个角，它是最大程度的把宽的头变窄。注意看好，技术呢是上短下长，等于是反曲线。大家可以看到后区这样整个的一个呈现。我们也可以保留这个底座不剪，等于是一个反曲线，一个资余狼发的感觉。所以一定要记清楚，学系统不要学发型。注意一点放射，很多人变成晃点放射，指尖一定要对准外点，达到均匀分配，还原度高，同时在剪的时候又快，更容易去拿到结果。
这样剪反曲线之后呢，发量比较多，并不会丢失头顶的饱满度，因为 C 加长度的落点很重要。其实你不管怎么设计发型，一定在没剪之前要想好框架，所以我们逆向剪呢是更容易训练的结果。如果顺着剪，剪一步想一步，最终都会做不到自己想要的结果。然后呢，我们高于划分线剪静态区，上面是反曲线，还是跟侧区一样，在不连接的基础上创造动感，在保留2公分以内重新做导线，斜向前。注意看好，多点放射，剪一个平行角度，两指位一个高角度对击，这样剪完重心不容易垮下来，同时又不会有重量线，这是很重要。不要低角度低切口去剪，要拉到90度剪低切口，这样呢它呢就会获得正反的切口，是一个菱形的效果。注意左右偏移呢，我们先往一靠一片，获得旁边放长以及向前的推动力。次分区多点斜向前75度，首位75度划分，75度切口，一定要剪直，因为分到整骨点以上，不要剪曲线，直呢会更有立体感。今天呢是剪一个偏形体类的，切记我们的提拉一定是90度剪低切口，否则重心容易低，违背风格，然后落差又会大。保持在2公分，形成最好的视觉连接，还原度又高，直至剪到我们整个静态区的矮点。这样呢，等于是上去除下堆积，下面是上长下短，上面是上短下长，底线呢不要切过超过1公分。今天的适合质感的外线，不适合碎的。这样每个区的规划呢，不丢失每个区的功能性。这样等于是上去除，下面堆积，建立起我们的腰部的量感、饱满度，底下外轮廓。这样剪而且没有重量线，所以我们剪头发都是服务结果的。我们今天这样去训练，更能提升设计师对于每个区的规划，对于每个区的方圆三角，每个区的长，就和玩积木是一样的道理，把每个区拼凑起来，组合出最适合每个顾客的头型、头骨、发质、发量的区别。所以设计决定热情，这也是非常每一个设计师真正需要提升的点。在控制力极度强悍以后，剪头发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剪标准，剪到最后一个阶段就是设计。那在组合的时候，这个过程呢会斜后磨掉一点，因为斜前会有点堵住我们形状打磨，一定要带到中侧线第一片，保留后面的长度，否则斜向前的意义就没有了。这样做完之后呢，正反切口是一个菱形，另外一侧也是一样，同样的方法做掉。如果不宽的话，不需要去做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每个素材的变化的时候，你可以取舍，动感区再把每个区拼凑在一起，向后向前打磨，这样还原度高。直播间自然吹干之后，抹一些精油。那这个头发大家一定要记住。其实作为设计师呢，简单来说的话，你一定要记清楚为什么这么分区，这么分区有什么作用，是一个菱形啊，结构剪出来的。那这边是一个方的鬓角，个性化处理，当然也可以把它做掉，后面是有一点点向后的微线。那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面呢，对于每个设计师的帮助是不一样的。那大家有不懂的地方呢，可以评论区告诉我。视频有点长，这种风格也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。